今天我要用马铃薯和山药做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。这次我要用2种原型食材来做丸子，分享1种丸子可以有3种不同的口味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Kristin Wong TV， 我是 Kristin 巴拉妈。今天我就要来分享素食丸子的做法，可以让你用同样的食材做出不同口味的素食家常菜料理。我们一起看下去吧。准备300克的马铃薯，把马铃薯削皮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。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素食家常菜料理新食谱了。把马铃薯切片，把马铃薯放入盘中。准备300克的山药，把山药削皮。山药有点滑，所以可以支撑在砧板上削皮，这样比较容易削。把山药切成片状，用塑胶的刀子切，山药比较不容易氧化。再把山药对半切，把山药放入盘中。把山药和马铃薯放入电锅内，外锅放1杯水，盖上盖子，按下电源。把红萝卜削皮，这里的分量是半条。把红萝卜切片，把红萝卜切条，换一个方向切丁。把红萝卜放入盘中，准备半包的红喜菇，把红喜菇的根部切掉，把红喜菇剥散，把红喜菇放入盘中。准备半罐的有机玉米粒，这是里仁素食出品的，它的成分很简单，就只有非基改的有机玉米、水和盐。现在把玉米打开。准备半包的金针菇，把金针菇的根部切掉，这里拿去冲洗。金针菇清洗干净了，现在切碎。把金针菇放入盘中。马铃薯和山药蒸好了，把它取出来。把蒸熟的山药和马铃薯放入大碗内。半茶匙的玫瑰盐，1茶匙的白胡椒粉，半茶匙的2砂糖，适量的橄榄粉。把金针菇放进来，把马铃薯和山药压成泥状。一定要趁热压，这时候会比较好压。如果冷掉了就没有水分，就比较难压了。调味料这时候也要放进来，比较容易混合在一起。全都压成泥状了，调味料也充分搅拌均匀了。现在放入一些油脂，让它滑润一些。我放的是蒸老小磨白麻油1汤匙，继续搅拌，让马铃薯泥和山药泥充分吸收到麻油。你们看，现在就比较滑顺一些了。很绵密，可以了。接下来放入1汤匙的太白粉，2汤匙的中筋面粉，把粉类和马铃薯泥、山药泥混合均匀。已经搅拌均匀了，现在可以来搓成丸子了。挖1匙。把它搓成圆形，像这样可以了。我把丸子搓好了，准备适量的玉米粉，把丸子裹上薄薄的一层玉米粉，
可以了。丸子都裹上玉米粉了，现在拿去炸。锅内倒入多一点的油，油已经热了，把丸子放进来炸。先让丸子炸定型，再来翻动，轻轻翻动看看，差不多定型了，再继续让它炸。轻轻翻动，免得粘锅底。好，再继续让它炸。颜色变成金黄色了，可以关火取出。丸子的第一种口味可以撒上一些橄榄粉，这是第一种口味完成。现在我们来做第二种口味。锅内倒入少许的橄榄油，润锅子，把红萝卜放进来，把红萝卜炒至变色。红萝卜炒至变色了，现在放入红喜菇，快速的翻炒。先别急着加水，红喜菇会冒出水分。大约略炒一下，现在放入有机玉米，快速的翻炒。大约略炒一下，现在可以来调味了。1汤匙的酱油从锅边呛入，1茶匙的2砂糖，1/4茶匙的玫瑰盐，白胡椒粉1/4茶匙，把调味料炒匀。我想做香椿的口味，现在放入1茶匙的香椿酱，150 cc 的过滤水，把香椿酱炒均匀，炒至酱汁煮开。已经煮开了，现在勾芡。放入太白粉水面翻一面搅拌，煮至汤汁变粘稠，再次煮开就完成了。现在来做一个无蛋奶的原味酸奶油，倒入150 cc 的无糖豆浆，35 cc 的葵花籽油，玫瑰盐1/4茶匙。柠檬汁1茶匙，我们家刚好有香檬汁，所以我用香檬汁代替。啤酒酵母半茶匙，2茶匙的大豆卵磷脂，车前子粉1/4茶匙，2砂糖半茶匙。把所有食材打成糊状，已经打成糊状了。放入保鲜盒冷藏隔夜。可以放入冷藏了。来看看我们无蛋奶的原味酸奶，放在冰箱1个晚上了，有变得比较稠了。把无蛋奶的原味酸奶淋在丸子上。大家可以先把丸子炸起来放冷冻保存，使用前再回炸或是蒸一蒸，再搭配这3种不同口味的酱料，这样做变化就有不同的吃法咯。孩子们一定会喜欢吃。欢迎免费订阅我的做菜组频道以及我的日常生活副频道，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记得追踪我的 Instagram 还有 Facebook。我们下一道料理见，拜拜。